赛克龙的2X600到底能跑多快呢？它的高转动力相较于RE560呢有所下降，这台呢勉强可以跑到170，而 GPS 显示呢166，误差率呢2.5%。赛克龙的车呢误差一直都比较小 ，ECU 做了重新的调整。那么油耗到底有没有变化呢？首先测的是85到9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模拟大家国道的行驶速度。我测试油耗的项目呢有4种，第一种呢是大家经常看到的，以55到6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测的是车辆的下限油耗。所有的车呢统一用最高档，而且呢选择的路段是没有红绿灯的。统一用最高档呢，就是抛开人为换挡习惯的误差，因为有些人喜欢4000转换挡，有些人喜欢5000转换挡，有些人喜欢6000转才换。车呢没变，就是因为人的驾驶习惯而导致油耗有很大程度上的变化。所以呢，统一用最高档，选择的路呢没有红绿灯，也是因为抛开环境因素造成的油耗误差。如果选择的路段一直有红绿灯呢，那么9点10分测一路绿灯是一个油耗，9点20分测呢一路红灯又是一个油耗，车流量少一点是一个油耗，车流量多一点又是一个油耗。所以呢，除了车辆的最低下限油耗是最接近车辆本质的油耗，其他的油耗都和人的驾驶习惯、路况、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为什么所有的车我优先测车辆的下限油耗？第二种测试油耗呢，就是85到9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路线呢和第一种也是一样，只是将速度提高到了大家国道所用的速度。这里显示跑了100.9公里，表显油耗是3.5，大家算一下看准不准？这里显示跑了99.23公里，平均速度是75.8，99.23，以 APP 为准。为什么所有的车都是以这个 APP 的公里数为准呢？因为我测过很多车，每台车的表显误差都是不一样。100公里，有些车比 APP 快2公里，有些车比 APP 少2公里。所以为了减小误差，统一以 APP 的为准，表显的数值呢也作为辅助的参考。双重数据验证测试的真实性。最终呢，99.23公里消耗掉了3.87升，等于3.9升，算出来的油耗是3.9升。而这里显示的是3.5升，还是有点误差了。待会继续接着以55到6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看一下，因为之前我测RE560的时候，那台是测有油耗的，把数据一对比的话，就知道它调了什么东西。85到90的速度呢，转速基本上在4500转左右，而55到60的速度匀速巡航呢，基本上转速在2800到3000转左右。之前我测 RE560测到这项油耗是3.5升，两车呢齿比相同，但是 2X600的车身更加重 ，ECU 的程序还是照搬 RE560的话，油耗呢只会往3.5升以上走。这里显示平均油耗2.9升，跑了116.9公里。这里显示跑了115公里，平均速度是51，最终消耗掉了3.74升的油，3.25升。这里显示的是2.9升，3.25、2.91差了0.35升，刚才呢也是差0.4升左右。下限油耗呢3.25升，油耗呢的确降低了。从马力机的数据、震动的测试以及油耗的测试，可以看得出ECU的调教的方向了。动力呢够用，震动减小，油耗降低。还有一种方法呢是可以降低油耗了，就是前面的小链轮可以加大1尺。因为这台车的齿比还是有点密，1档全油门起步呢很容易翘头，而且买这个车的人大多数是摩旅用，并非拿它会去极限越野，所以加大1尺呢成本是很低的，链条都不用动，或者是厂家出厂就给我们变好了。这台车呢所有的基本数据都基本上测完了，这些数据呢基本上也是大家最关心的，我也放到了我的数据库里面，大家对比起来呢就很方便了。那么这台车质量好不好，到底耐不耐用呢？只有上到亮度测试呢才知道，但是那个呢太费时间、精力和金钱了。我一个人的能力呢也很有限，希望大家理解一下。最后呢总结一下这台车吧，发动机的整体表现要更加突出一些，动力、震动、运行声音、油耗都比较均衡，其他例如做工、用料、配置也对得起它这个价格。质感比它好的有，但是价格要比它高；比它差的呢也有，价格呢也会更加低，比较偏向于性价比的定位。最近赛克龙的车型都是走这样的路线。下半年呢，首款的4缸机RC680估计要出来了。这款车呢，去年的摩博会就透露一些信息了。在中国市场呢，多缸机的热度还是要更高一些呢。看今年的摩博会能不能上市呢？